两个不同的呼吸方式，分别代表着我们不同的状态。我们日间行走、日常生活、工作都以胸腔为呼吸。那么在我们睡觉时，老师们可能没有注意观察过，我们可以自己仔细观察和感受，在睡觉的过程里，我们大都以腹式呼吸来进行休息。所以这个过程，老师们就会发现，身体的不同状态下，你的呼吸状态也不同。那么我们就要来到重点了，站桩的呼吸是什么？站桩的呼吸是结合了道家的气息运转、导引吐纳之术所结合周身经络气血运转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运转的两条经络以任脉和督脉为主。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以丹田为起点，由前向后环绕一圈，达到小周天的气息运化。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通过的呼吸方式则为逆腹式呼吸。老师们可以再从侧面观测一下，当我们在逆腹式呼吸的形式，来大家可以看一下，逆腹式呼吸形式是气息随吸气的过程当中，胸腔上浮，腹腔内收，然后随呼气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将气息下行，最后呼气合于我们的腹部，让腹部达到一个充盈饱满的状态。通过这样的呼吸，来，我们连起来再做一次。好，通过这样的呼吸，我们可以发现，气息的运行方式是通过吸气闭合上升，最后通过我们的前方，慢慢的由中间过渡到小腹丹田，这是一个循环，所以老师们在站桩的过程当中，行气行意的过程里，也是由丹田出发，向前回转一圈，最后回到咱们的小腹丹田当中。那么这里呢，我们就需要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呼吸的法。很多老师说，老师，我逆腹式呼吸确实不会。那么咱们的课堂上会将逆腹式呼吸心法跟老师们讲解，同时将技巧分享给大家，如何让大家快速的感受到自己的膈膜以及导引气息的方法。那么最后一节课，咱们会将课程作为一种领练的形式，来教大家如何在经络当中行气，并且行气过程当中经络运化的感觉是什么，任脉督脉的感觉又是什么。好，老师们先从气息当中观察。首先，逆腹式呼吸心法第一句，气贴背，敛入脊骨。这个心法配合的是我们的吸气，气息上行，腰腹内敛。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将腰腹合进去，而是随着呼吸上吸的过程当中，胸背产生一个前后的对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气团胸腔认为成是一个球体，上肢部的球体逐渐充盈，下肢部的球体慢慢收缩向内，让腹部的外形逐渐贴合我们的腰脊，随后随吐气的下沉，慢慢行至我们的膈膜。这个过程当中呢，老师们需要找一个腹部发力。我们的小腹丹田这个时候想一下，逆腹式呼吸的运转是一个涌动向上，那么在它涌动向下到位之前，腹部是干嘛呢？我们要做到一手丹田不能放松。很多老师之所以气息领不到自己的膈膜的这个位置，达不到一个运动，就是因为在呼气下沉的时候，腹部是以放松垂直向下落的方式来将气息给它引导向下，这个时候我们的膈膜是不会参与任何运动的。
所以我们怎么办？我们需要通过气息的轻微的挤压，来将胸背当中的这个圆球慢慢的向下沉挤，一种推力，向下按推的感觉，推到，看到了吗？膈膜有一个明显的运动，推到我们的膈膜。这个时候，我们的腹部是不是没有明显的运动，对不对？那么随着我们推动的力量逐渐变大，膈膜的气息会逐渐的向小腹丹田下行。注意看，最后再归于我们的小腹丹田。来连起来看一下，一，气贴背，敛入脊骨，吸气上升，领于自己的鼻梁处。好，下行呼气，气息下推，明显的鼓荡，最后合于丹田。这个时候我们的腹部才有了一个向下放松的外观表现。所以在这之前，我们之所以做不到膈膜的膨胀和收缩，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气是没有合住的，而是直接通过放松掉落将气掉下来。如果此时此刻我们能够将气从胸腔这个位置不通过腹腔的下沉，而是通过意念的引导，身法结合胸背的相合以及腹部的相合，将气息逐渐向中间进行一个运化，最后再通过腹部的放松。来，老师们再观察，看到了吗？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始终将气拿在自己的身体的控制权当中？这里老师们发现规律了吗？我们运化气息并不是像老师们说的呼气下沉，则是呼气下泄。这是老师们在站桩时一直忽略的一个内容。因为很多老师在听讲课的过程当中，认为沉即为下降，那么下降即为松，这是一个并不完全正确的理论。我们下沉的同时，尤其是气息的运转，不能通过松懈来直接向下去掉，这叫泄气。我们要通过气息运化的方式，也就是说运化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能够很好的将气息下行至你的小腹丹田。所以整场下来都在拿住这个气，而不是随意的想放就放，想收就收。当然后面我们熟能生巧了，那这个气息你想怎么去运转，想怎么玩化都是可以的，但是前期我们必须要通过不同的身体配合来将气息将通路运化熟悉之后，才可以慢慢的进入到我们的随心所欲。这就是气息的一种变化。站桩时也要保证气息的涌动运转。这是咱们的第3节课内容。